小狗钱钱是美国作家博多·舍费尔的代表作，自2009年出版以来就蝉联亚马逊畅销书榜。这是一本童话书，但内容却十分另类。书里没有魔法和小精灵，讲的却是金钱的秘密。小说从穷女孩吉亚搬入新家开始讲起，她的父母因房贷陷入财务危机，一度被银行起诉。可就在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吉亚捡到了一只拉布拉多犬。更神奇的是，这只叫钱钱的小狗是个赚钱高手。在他的引导下，吉亚不仅帮家里解决了危机，最后还成了百万富翁。作者舍费尔说，只要掌握了金钱的规律，赚钱并不难。哪怕你家境普通，运气不佳，也能像吉亚一样脱贫致富。就像下面这10种人，不管遇到什么，钱永远会跟着他们。1. 延迟满足的人。一天，吉亚一个人在家看电视，看到唱片广告时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打算买几张 CD。 他立刻拨通电话下单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：吉亚，这么着急买，一刻都等不及吗？吉亚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赶忙回头看去，发现只有钱钱蹲在身后，屋子里再没别人。他以为是幻听，准备继续买，可又听见有人说：吉亚，学会克制，不然你将很快破产。这次他清楚地看见是钱钱在说话。吉亚吓坏了，但钱钱却说：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害怕，而是忍住满足自己的冲动。能不能屏蔽诱惑，延迟满足，对一个人是否能变富至关重要。心理学家沃尔特·米歇尔说，延迟满足感是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结果而放弃即时满足，放弃一时的快感，才能寻求长远的幸福。在积累财富上，即时满足是一个巨大的缺口，只会把钱卸掉。只有学会克制，懂得忍耐，才能堵住泄洪口，让财富日益丰沛起来。2. 目标驱动型人才。见吉亚乖乖挂断电话，钱钱郑重其事地说：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只谈一个问题，如何赚钱。他命令吉亚写一份清单，列出10个他想变富的理由。但吉亚列好后，钱钱又命令他去掉7个，只留3个。吉亚据理力争，不，一个都不能去掉。见他开始耍小孩脾气，钱钱严肃地说：只有最清晰的目标才是你前行的动力。学者威廉·戴蒙做过一项社会调研，他采访了几百个无业游民，问他们为什么不工作。大家的回答出奇的相似，没有很想达成的愿望。威廉感慨，人生的精彩与目标息息相关，只有目标才能激发活力。工作时，如果只是为老板打工，我们将很难升职加薪。去创业，如果只是因为一时兴起，我们就很容易浅尝辄止。只有强大的内驱力，才能让人排除万难去赚钱。3. 持续蜕壳的人。吉亚将目标缩减为3个：买自行车，去夏威夷旅游，帮爸妈还贷款。可一想到要实现目标，他又打起了退堂鼓。自己什么也不会，胆子很小，又害怕失败，他忽然变得不自信，沮丧地对钱钱说：我怕自己吃不了赚钱的苦，还是算了吧。钱钱用头蹭了蹭吉亚，鼓励他说：人要努力克服身上的缺点，才能尽快成长起来。每个人只有褪去身上脆弱的壳，才能长出坚硬的铠甲。就像螃蟹一样，要褪去20次壳，它才能在自然界中生存。无论是谁想要赚钱，都必须不断地突破自己。不会做的就去学，遭遇失败就去反思。遇到难事死磕到底，碰上考验就去挑战。只有在改变中成长起来，人才有资本与这个世界做交易。4. 有时间伤的人。被鼓励后的吉亚鼓起了干劲，可就在他要行动时，钱钱又泼了一盆冷水。你当务之急不是找工作，而是规划时间。你是名校学生，出去上课、吃饭、睡觉，能剩多少时间？吉亚一听，忽然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沮丧地说：
我可能只有晚上写完作业后的1个小时。钱钱摇了摇头。吉亚又认真地想了想，他决定每天6点起床，早上他将有2个小时。他放弃玩耍娱乐，又从中午和晚上挤出了3小时。只要用心，人就能像魔法师一样变出更多的时间。学者斯蒂文·赫尔提出过时间商的概念。时间商就是你对待时间的态度以及运用时间的能力。早起学习和睡懒觉的人，赚钱的能力肯定不同；周末打游戏和干副业的人，存款余额自然不一样。有时间商的人注定穷不久。5. 自找麻烦的人。现在吉亚有了动力，有了时间，就差行动。可他又忽然难过起来，我只有12岁，能做什么呢？钱钱没有回答，转而讲了男孩达瑞的故事。达瑞也是个穷孩子，为了买电影票，他想了赚钱的办法。在当时，不少人喜欢吃早饭的时候看报纸，但每天早上，报童只会把报纸扔在门口。尤其是大冬天，大伙都嫌出门拿报纸麻烦。但达瑞不怕麻烦，他一大早就去挨家挨户的捡报纸，再把报纸送到主人手中，之后收取每月1美元的费用。不仅如此，达瑞还会主动找麻烦，帮大伙丢垃圾、喂狗、修剪草坪、擦车。而这些都是仅需支付1美元的包月服务。别看钱少，但购买服务的人却很多，达瑞顺利赚到了零花钱。小狗钱钱说，想要赚钱，人要学会主动找麻烦。我们的大脑有2种做决定的方式，一种是偷懒式思维，只想不费力地把事办成；一种是思考式思维，会发掘别人看不到的机会。而2者最明显的区别，就是一个人怕不怕麻烦。只有自找麻烦，才能找到机会，赚到你想要的财富。6. 派型人才。听完达瑞的故事，吉亚开始找工作。一天晚上，他向表哥马塞尔请教。马塞尔说，你先想想自己喜欢干什么，喜欢的事就是擅长的事，而且用喜欢的事赚钱，人会越干越带劲。吉亚想了一会，忽然喊道，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。我喜欢狗狗，每天都会遛狗。我可以帮大伙遛狗、喂狗、教狗狗本领。很快，吉亚就在自己的社区找到了目标客户，赚到了第一笔钱。学者张小萌提出一个派型人才的概念。这种人要么用爱好赚钱，要么在现有的工作中发掘乐趣。当爱好和工作一起干，人就瞬间化身永动机，不会懈怠，不可能放弃，永远奔跑在赚钱的路上。热爱是源自内心的一股强劲的助推力。做真正喜欢的事，哪怕遇到一点困难阻碍，我们也能体会到赚钱的快乐。7. 用鹅生蛋的人。一天，钱钱的旧主人金先生找上门。为了感谢吉亚对钱钱的照顾，金先生给了他3000马克。吉亚高兴坏了，兴奋地说，我马上就可以去夏威夷了。但金先生听后却眉头紧锁，你把钱全花了，就是杀死了你的鹅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本钱是鹅，利息是蛋，杀死了鹅就拿不到蛋。他建议吉亚做储蓄，把一半的钱存起来，另一半去创业。人只有学会用钱生钱，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。钱不是只有花掉才能换来价值，钱本身就是价值。爱因斯坦说，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原子弹，而是复利加时间。复利好似一块神奇的酵母，能把财富这块面团通过时间的作用发酵到无穷大。它让金钱在利滚利中有了不断繁殖的生命力。学会用鹅生蛋，人才能成为创造财富的高手。8. 杠杆型人才。说起创业，吉亚来了兴致。金先生建议他去请教桃木太太。桃木太太是个大商人，她向吉亚提议开一家投资俱乐部。他可以做顾问，但俱乐部的成员却要由吉亚自己挑选。这天回家，吉亚和钱钱讨论起人选。钱钱说，
找合伙人最关键的一点是要找和自己互补的人。吉亚盘算着，表哥马斯尔人脉广，可以跑市场；同学莫妮卡懂经济学，可以做策划；小伙伴海内家境好，可以拉赞助。他把大伙叫来开会，孩子们一拍即合，当天就成立了俱乐部。这年年底，吉亚在俱乐部的分红就足足有几万元。物理学家阿基米德有句名言：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能撬起地球。每个人的能力有限，赚钱的路上，你不可能一直单打独斗。聪明人都会把自己活成一枚杠杆，用外界的力量撬动自己的目标。遇事不要蛮干，皆是乘风而上，用别人的长板补足自己的短板。找到这力点，用巧劲赚钱，远好过盲目努力，埋头苦干。9. 大写 I 型人才。孩子们的俱乐部引起了大人们的注意。有位太太对吉亚格外欣赏，想邀请他做演讲。吉亚觉得自己毫无经验，不可能做好，正打算拒绝。可钱钱对他说，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你将赚到更多的钱。与其往后躲，不如冲到前面，把不会的东西学起来。吉亚再次被说服，开始报培训班学习，在家反复训练。最后，他出色地完成演讲，还被一名出版商发现。出版商请他写一本关于赚钱的书，但这次吉亚没再拒绝，因为他已明白人的潜力无限，你远比想象中的自己厉害。他又一次挑战不可能，通过学习写作，出版了一本畅销书。其实一路走来，吉亚的逆袭正是把一件件不可能的事变成了可能。跨越不可能一书中把人分为2类，一类是小写 I 型的人，只敢挑战小的 impossible， 比如早起跑个步，解一道稍有难度的题；一类是大写 I 型的人，敢尝试看似异想天开的事，比如成为世界冠军，创办一家大型企业。小写 I 型的人只敢做极小的试探，永远探索不到自己的能力边界；而大写 I 型的人会大着胆子去闯，跳着高去看，拥有的是不设限的人生。人生一旦不设限，致富的道路就有千万条，赚钱便是水到渠成的事。是牛油果型的人，吉亚成功了，但一路走来的艰辛，怕是只有钱钱知道。刚开始替人遛狗那会，有凶狠的大狗差点咬伤他，后来做投资找客户，更是被拒绝过无数次。每当累到想放弃，他都会学着钱钱的口吻对自己说，吉亚，别放弃，坚强一点，你一定行。就这样，靠着积极的自我暗示，吉亚勇敢地走了下来。心理学家布莱恩·利特尔提出过一个牛油果型人格，这种人格像一颗牛油果，有一个坚硬的内核，任由风吹雨打，牛油果型的人永远笃定地向前。他们心态乐观，行动积极，不会被难事绊住，更不会被失败击垮。社会这片丛林，竞争激烈，险象环生，没有人能轻松赚到钱。只有修炼出一颗强大的心，才能突出重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。小狗钱钱堪称一本商业奇书，不少人看完后感慨，原来这世上真有致富的秘诀。而这个秘诀也并不神秘，就是让自己成为被金钱喜欢的人。查理·芒格说，要得到想要的东西，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。点个赞吧，不断精进自己，去做金钱的朋友，财富将永远跟着你。